先来鼓个掌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毅然。这半年去有一些像音乐节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去参加一些赛车的比赛，然后去滑了雪什么的。我饰演的角色叫做穆青燕，然后他是一个魔教的少君，然后他其实有一个双重身份的这样一个设定，一个是比较懵懂的那种少年，然后另外一种是掌握一切的魔教少君。然后他是一个内心比较复杂，然后他也是背负了很多的这种东西在内心的一个人，所以跟我以前演的一些角色也会有一些不同，挑战也会更大。具体的时间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应该很快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让大家等太久，也希望将来见面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，多多的支持。我觉得是探寻吧。我觉得25年来对我来说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在个人的成长上呢，都是一个不断的探寻，然后也去尝试了更多的可能性，然后去探寻了更多的边界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就拍了新的戏，然后也尝试了新的表达，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。全新一年的期待，我希望是呈现吧。对，我希望把在25年，比如说学习到的，然后探寻到的东西呢，可以通过自己的新的表达去在戏中或者是转化到角色上面，然后以更好的一个作品给呈现给大家。我觉得是像经常如果是工作的话，或者是拍戏拍到比如说像通宵啊这种，然后你早上其实出那种棚的时候，然后你正好能够看到日出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时刻其实我还挺喜欢的，就是在有些通告的时候，然后要坐飞机嘛，然后可能有时候的飞机就是4、5点、5、6点这样子，然后在飞机飞到那个高空的时候，其实正好可能是日落啊这样子，所以其实还挺好的。在当下，就是虽然可能有时候会很疲惫，但是你看到这些大自然的景色，还是会把你心里的一些疲惫给一扫而空。26年，想去跳伞。跳伞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有去蹦极，但我没有试过跳伞，因为那个蹦极非常快嘛，就是一瞬间，其实你就到那儿了。但跳伞好像，就是它那个失重感会特别的长。那当时你会不会有做了很久的这个心理斗争，然后才迈出的这一步？你说蹦极吗？对对对。哇，那个真的有个很长的故事。我是因为你觉得去的时候还好，但其实你真的站在那儿还挺吓人。对，然后他直接给我推下去了。特别是当时我的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的背疼了半年。就他可能下去那下把背给拉到。我觉得就是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吧，还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事儿，我觉得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，然后会尽力的抽时间去做。而且我觉得其实坚持去做一件事儿很考验定力，就是在每次坚持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，会让你很有挫败感。但是我觉得也是相同的有一个平衡的东西，就是你虽然会有挫败，会有不好的事儿，但是你也会有一些非常阶段性的成功啊，这种东西会让你非常有成就感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坚持去做一件事的一个动力。我在这里也想问问毅然啊，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，咱们的这个画工有没有精进？没有。没有是吗？一画就画个1个2个顶天了。既然是2026年的新春的首档，咱们也要为难一下毅然好不好？我给他准备了12宫格。哇，我的妈！可以他没有想到这个太难了。对，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的田州。哇，这个我画过。第二个是我们的小法。一只可爱的马尔济斯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法会不会哭泣。这个感觉还微微的有一丢丢小抽象啊。完了。完了。没事，完了，下次可能见不到我在这儿了。没事，还是挺形象的啊。那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滑雪板，第8个。第9个是奖杯。下一个是我们的猫猫。完了，这个换成老鼠了。期待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公屏当中打个期待。没事，我的粉丝都不会期待我画画的。来，3、2、1。第一个是
田州。田州。第二个是小法。小法这个耳朵有点像一个可爱的小熊啊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凤凰水，这个是我们的，这个是娇兰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赛车，话筒，这是阿寻啊，阿寻为什么画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他没有头发，后面剪了个寸头，滑雪板。所以你滑的是单板会比较多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不会滑双板。下一个是奖杯，奖杯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了，请您自己跟大家来讲一下。这个是一种薯片，特别好吃，连猫都爱吃。有一个三角形的薯片很好吃。剑，这个是伞。所以咱们这个是印象派的画家吗？我这个是想到啥就画啥。新的一年呢，想把这份快乐也通过我们娇兰的直播间传递给大家。这个快乐，这和快乐有什么关系？就是看起来你这个画就会有满满的多巴胺，要多想一会儿。因为很可笑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说。我觉得就是静下心来吧。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很多焦虑和非常紧张的情绪，其实还是自己的心理暗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要把自己慢慢的给沉静下来。对，就像我平时喜欢钓鱼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钓鱼的时候和我之前开车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开很长途的车，我觉得跟钓鱼的状态特别像。其实就是你可以静下心来，不用想专注一件事儿，但是在专注的同时呢，你又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想一些平时想不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修行吧。对，就是因为平时的节奏，如果工作的节奏很快，对，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听听内心的声音吧。刚刚你跟大家说平时比较喜欢这个，有一个新的可能让自己静下来的方式，可能就是要给大家钓鱼，然后要不然咱们现场来钓鱼试一试，带给大家啊。然后一会儿您在钓这个鱼的时候，我会随机的问您一些有关钓鱼的小问题。依然，你钓鱼的话是比较喜欢海钓还是喜欢淡水钓鱼？淡水吧。淡水钓鱼。对。那你上一次钓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？2个月以前。2个月以前。哦，我也忘了。那你有没有入手一些比较专业的钓鱼装备？有啊。竿儿什么的，鱼线什么的，是不是钩子？我的经纪人生日礼物送了我一个鱼竿。真的吗？那我还挺好奇的，就是你钓鱼，比如说最惊喜的一次，是因为这个鱼钓上来的这个体积比较大吗？重量比较大吗？还是这个种类你之前没有见过？没有，我最没有惊喜。有一次很惊吓啊！有一次跟我朋友一起钓鱼，坐在那个船，那种小船上钓，就是那种很小。然后难道要翻了吗？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有个蚊子，有个什么蚊子？有个蚊子飞到这儿来了，去打这个蚊，然后船就直接翻。真的？天哪！你看一提到这个趣事儿，感觉都停不下。那最后就是还是，然后我们俩就掉下去了。真的？对，我没有掉下去，他掉下去了。然后你一只手就是把它，我差一点掉下去了。那你最快一次就是钓上一条鱼，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？用了半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？我以为说这个竿一放下去，然后鱼就上来了。没有那么简单了。那大概最久的一次有多久？最久的一次是从晚上8点钓到第二天5点。真的？但是一条鱼都没有钓到。估计那些鱼都已经吃饱了。没有，可能是位置不太好。在哪里呢？因为大家知道，依然可以是演员，也可以是歌手，然后呢，也可以是一个赛车的爱好者。其实这些身份在他的身上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融合。所以我很好奇，比如说在面对这些不同身份的时候，就是你每次在做相对应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收获什么吗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不同的视角和能量吧。我觉得演示能够让我去体验到更多人物的人生，对，然后需要很深的专注和共情的能力。对，我觉得唱歌的话更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一种自我表达，是一种情绪的释放。赛车对我来说呢，就是纯粹的专注和勇气的一个挑战，需要绝对的冷静和掌控力。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去规划时间的人。算是这个屁人是吗？对，就是
我不太喜欢规划的太死，就比如说出去玩或者出去旅游，我也不会说我今天必须到哪儿，一定要去做什么。对，我今天到这儿我要去干什么，这些我其实都不会去那个什么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未知的感觉，就像那种探寻、探索的感觉。护肤的小铃声可不可以？他说我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我只能说可以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不要总熬夜刷手机了，赶紧停下。娇兰这套修护3部曲我都给你备好了，还不赶紧用？再偷懒，皮肤变差了我可不管。赶紧去护肤，听见没？哎，你知道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个稍微温柔一点点的风格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吗？那我数倒计时了。好啊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是不是快睡觉了？把今天的烦恼都放下吧，现在是专属你我的时光。睡前记得用这套娇兰修护套组，别偷懒，我可是会全程监督你。那回望我们过去的2025年，你和粉丝朋友们一起创造过很多难忘的瞬间，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高光时刻，让你现在想起来还会有一种记忆犹新的感觉？我觉得很多时刻是2025年有几次音乐节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我那个时候真正的有时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，能够感觉自己真正的和粉丝在一起，能够融入到那种情绪和环境当中吧。而且我觉得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是非常美好的，特别是跟大家一起合唱，虽然有些歌大家不会唱，没有唱开玩笑。其实我觉得那个瞬间是非常震撼，也非常难忘。所以那一刻会觉得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特别的值得。所以借着这个话啊，我也特别想问一问，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准备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？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透露一下这个音乐作品的进度？有了，就是我想在明年发一张专辑。真的？对，然后现在其实已经有3首歌了。就3首歌大概已经是，但我还差2首歌。还差2首。对，第1首大家其实都听过了，对，然后第2首和第3首还没有听过，很难闻还是修这个脸颊笔记，可以好，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可以刀锋般的下颌线，双效精华，双效精华，双效精华，好不好？我再来重复一下啊，强韧屏障是这样，对，然后复原蜜是修护淡纹，对，然后紧致轮廓，对，OK， 换一个这样吧，紧致轮廓，戳一下自己的小脸，紧塑轮廓，复原蜜，凤凰水，凤凰水，好，3、2、1，强韧屏障，修护淡纹，紧塑轮廓，紧塑轮廓，紧塑轮廓，修护淡纹，强韧屏障，对了，圈这儿，对，刚刚这个切的速度还挺快的啊，这一瞬间大家就会有点目不暇接的感觉。OK， 对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可以对着这个镜头再做一个，比如说比心的动作嘛？可以。还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小星星啊！好，谢谢依然，谢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来上一段新年的祝福吧。OK， 既然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既然是马年呢，那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，工作能够马到成功，生活也能马上有钱，每天都能立马开心。2026年呢，我们一起加大马力，让好运加码。谢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